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准备如何对抗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机对其纵深领土的打击。天舟魁2大作战半径无人机是俄军目前最有效的打击手段之一。与其他的精确制导武器相比，这一型无人机的优势是实现了最佳的效费比。但是这一类的无人机呢，不仅俄罗斯与伊朗能生产，乌克兰同样可以生产，同样将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而且乌军出于报复泄愤的心理，会毫不犹豫地对俄罗斯的目标实施无差别的攻击，不管是医院、学校、幼儿园这一类毫无防护手段的民用目标，还是核电站、化工厂、油料仓库这一类极度危险的目标，都将成为乌军攻击的对象。只要有几架乌军的无人机突破了俄军的防线，都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心理阴影。俄军的防空力量能抗击无人机突击吗？部分可以，但整体上做不到。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防空系统能够抗击远程低空隐身无人机的大规模的突击，必须采取其他的措施，降低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目标的打击效能。一是要在伪装上想办法。乌克兰根据北约国家卫星侦察数据和商业地球遥感卫星获得的照片，选择俄罗斯领土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要想办法降低敌人太空侦察装备的效能。最佳解决方案是歼灭或者部分破坏敌人的太空侦察卫星，即使不是军用卫星，哪怕是民用卫星。但俄罗斯目前并不打算这么做，所以伪装就成为对抗太空侦察的主要手段。可以在目标上画各种头画，以改变它的光学特征，让敌人难以确定它们的类型、尺寸和用途。目前这些措施仍很管用，可以把建筑物顶涂上不同的颜色。经验不够丰富的人员在判读卫星照片的时候可能被欺骗。在停车场上空呢，覆盖轻质结构，看上去就像建筑物，而在建筑物的顶部可以画上汽车的头像。卫星能够在雷达波段获取地面高质量的详细图像，使得伪装的难度更大。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做假设施、轻质的结构、伸展的金属棚等等，改变反射信号。也可以借助角反射器和龙柏透镜，故意增强反射信号，以掩蔽真正的目标。二是要提升对自杀式无人机的搜索、歼灭的概率。俄乌冲突的趋势之一是双方在低空、超低空运用航空兵。北约预警机实时侦察，并向乌克兰提供地空导弹，封锁了低空，以防俄罗斯的航空兵的空中打击。俄军呢，显然缺少先进高效的预警机，俄军空天军很难进入乌克兰的纵深，而乌军呢，可以利用河床、林间通道等地物，规划低于树梢的自杀无人机的航线，组织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的领土纵深实施打击，将俄方防空装备发现无人机的概率降至最低。那俄军对付的办法，可以在固定桅杆和工业设施的顶部部署搜索雷达，可以为乌军的自杀式无人机设置人工障碍，迫使其提升高度，以利俄军的雷达发现它，使用地空导弹或者是歼击航空兵将其击落。例如在漫长的林间通道，卫星照片上看得很清楚，乌军可能会利用这条路线让自杀式无人机通过。那俄方可以安装2个高桅杆，高度50米，之间拉上金属锁，或者敌人的无人机撞上这样的金属锁，或者敌人发现了桅杆，不得不提升无人机的高度，或者是选择其他的航线。此外还可以使用细流气球阻挡低空无人机。这一方式在2战时候就用过，现在仍然有效。三是仍然要做好简单实用的防护措施。如果挡不住无人机的突破进入，就要尽量的减少其打击的后果。比如说，给玻璃贴上专用的防爆膜，防止碎片飞溅造成2次杀伤。在防护目标的上空架设金属网。俄乌冲突的实战表明，乌方使用金属网成功的抵御了柳叶刀自杀式无人机的打击。尽管柳叶刀的战斗部仅有3到5千克，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能够达到50千克，即使这样，布设了金属网的目标被破坏的概率会明显的降低。俄乌冲突拖延越久，俄领土纵深遭到打击的概率就会越高。种种情况表明，
乌克兰在准备对俄罗斯的领土纵深实施打击，已经在莫斯科附近发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俄罗斯现在就要采取应对措施，以尽量降低其打击效果。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